各位晚安，欢迎来到每周四的这个小 P 的直播。那么在今天正式的直播开始之前呢，本周六呢有卡西欧最后一场的一见钟情活动。活动内容呢是古典与跨界的对话，邀请日本知名的钢琴家赤松林太郎以及台湾金奖作曲钢琴演奏家谢世贤一同同台演出，分别以不同的风格的钢琴曲，包括从肖邦、皮亚佐拉到钢琴电影配乐、自创的曲目等等，带你穿梭古今，感受古典与电影跨界的音乐魅力。时间是在这周六7月15号的下午2点，地点在诚品松烟 B2 的表演厅。那么另外呢，也要提醒各位的是，在这个购票部分，各位可以请洽询听乐售票系统。据我所知，这个票剩下不多了那么欢迎各位在礼拜六的时候呢，可以前往来观赏这场精彩的表演。好，那么今天来我们直播的这位特别的来宾呢，我个人觉得这个所谓的年少出英雄，他非常非常的年轻可是呢，他非常年轻，已经征战过许多音乐沙场。这个他目前呢是在骚动爵士大乐团担任这个小号的这个 leader。那么也曾经呢随这个乐团参加这个台中爵士音乐节、台北踢踏舞节、台北爵士乐节、嘉义管乐节等等大型活动的演出。同时呢，他也这个曾经录制着林宥嘉专辑的单曲，以及演唱会的这个负责管乐的部分。另外，也曾经这个福斯汽车代言的广告也曾经参与。那目前呢，他就跟随着500这个担任这个年度的世界巡回的一个这个小号手。那这个看着我们这个非常丰富的履历，我们迫不及待要掌声欢迎加尖叫，邀请我们今天的贵宾，让我们欢迎今天我们贵宾黄宪。这样介绍可以吗？可以的，可以的，为什么不行？这个我看你这个是这个台湾的音乐殿堂台北艺术大学，是。这当年我这个是恨自己了，就差那么几分就考不上，你就这么看到你这样子，哇，真的是很羡慕。而且我看到你的这个你的履历呢，其实在进入音乐系之前，你是没有任何科班的专业的训练，对吗？应该可以这样讲，就是那个时候只是单纯吹管乐团，然后还有一些小型的可能社区的管弦乐团这样子。算是社团，学校的社团，对，类似像这样然后是在凤甲，你是高雄人？对，我是高雄人。哇，今天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高雄人的热情从他选的曲目，大家就可以感觉到，不是圣把就是把咱喽。好，那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对于这个很多人可能正在准备。那可能是高中，然后可能音乐班或国中音乐班，或者是可能是非音乐班，但他可能正在准备，或他想要考音乐系。对于像你这样没有经过音乐班正统训练，可是却能够考上这个整个全台湾首屈一指的这个台北艺术大学，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其中的秘诀诀窍。其实说秘诀诀窍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就是你要花很多时间去学、去练乐器这样而已。这样子气死我了，也没什么秘诀，就是强。不是这样讲，不是这样。对就是我自己是觉得在音乐这个过程中，就是很多学生他从小可能音乐班或者是有一些音乐乐团的经历这样上来，那我认为这个东西对他们来说是一个优势，因为他们从小就接触这个东西。
可是因为他们年纪的关系受限了，他们没有办法真的去理解音乐这个东西在做这种事情。对，那这个就会造成一个很重大的问题是，当他们在演奏音乐的时候，他们只是 focus 在我的音可能不能错，我的音准是准的，那音色是好听的，但是他对音乐的处理或者是音乐性上的处理就没有相对的没有这么敏感，然后这么细腻这样。那也是刚好，我觉得在北大或者是现在台湾的评审，不管或者是世界上的评审，他们想要看到的都是展现音乐的能力这样子。也就是说，不一定是要技巧很好，对，但是要有音乐的细腻度。对对，这个要对音乐热爱才有办法做到。对啊，对不对？那也是一个要花时间去体验。是。好，讲到对音乐热爱，我们就赶快来欣赏一下我们黄老师啊第一首曲目的演出，好不好？好。那第一首曲目，这个为我们带来这个是 Bye Blackbird， 是这首曲目可以稍微跟我们介绍一下。好，这首曲目是 Ray Henderson 的作品。那其实这首曲目是一个非常经典，我们在爵士乐里面把这些东西叫做 standards， 就是爵士乐的标准曲。那这个曲目其实也演到现在，也许大家耳熟能详啊。如果有常常在听爵士乐的，应该都听过这一首歌。那它也因为爵士乐的发展的关系，所以它其实不是那么固定的节奏，或是不是说那么固定的形式，可能有歌唱，可能也是萨克斯风主奏，可能也是钢琴主奏等等。那我们今天这个曲目它就是一个我们用 standard 的方式来表现它这样。OK， 好，那我要另外提的是，我今天使用卡西欧的它一个特殊的功能，就是将它右手可能是钢琴，左手呢为了这个 standard 爵士，我把它加入了这个有贝斯的音色，跟这个有鼓的，还有一点点鼓的音色。那我们来听听看，这样听起来的这个感觉有什么不一样？
厉害。卡西欧蛮厉害啊。对啊，我今天第一次用这个功能。哦，真的、哦。真的，就是一般我们都是钢琴，然后它这个它有单纯贝斯的功能，哦，然后也有贝斯加这个 hi hat，所以刚刚这个是 hi hat 的功能。其实这个琴拿来弹爵士，我觉得还不错。对啊，还蛮好听的。对，还蛮像的。对。好，那北艺大的整个训练其实是比较以古典为主，是，对不对？那在你什么样的原因让你对爵士音乐是有兴趣？我相信你在考进去北艺大整个训练都是大小调音阶，古典音乐吹交响乐团。对，照理你应该就是继续往古典往下吹。其实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台湾音乐教育、艺术，不管是音乐或是艺术教育不够全面的地方。对，大家都会觉得，古典这个东西是可能他们接触音乐的时候有这个有某一个东西可以参考。那他们按照这个谱去学音乐，那这个是他们认知的音乐，但其实那不是全面的音乐，而是说音乐有很多种面向，有很多种类型，你不能用单一的一种音乐类型角度去看所有的音乐是长什么样子。对，那就是说到学爵士的经历，其实也很有趣啦。因为我以前吹的管乐团会比较吹很多，像是流行歌的改编，那种西洋歌曲改编这样。那这个东西对我来说是一个很有趣的东西。因为那个我从小就吹这样子的音乐长大，可能就像是那个东京角城管乐团他们有改编这种一系列的那种日本流行歌曲，或是那个美国流行歌曲这样。那这个东西对我来说是一个很震撼的，因为那时候从小就听这样，然后我从来没有听过原来小号或是管乐团可以把声音做得这么流行。对，然后从那时候之后，我就会开始去听一些其他的东西，就是非古典以外的。然后就是有一天我在吹一个社区乐团的时候，他们请一个电贝斯来，然后他就看我吹一吹，然后我们那次演一个曲目是那个 Louis Prama 就那个 Sing Sing Sing，然后他就那个演完之后，他就自己跟那个我们乐团的负责人要电话，然后就联系我说，我们这边有组一个爵士乐团，你有没有兴趣来玩一下？对，然后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是算是踏入爵士乐圈这样子。对，是。那在你求学这个古典跟爵士有没有互相冲突，或者是互相排解的地方？就是说，我们先从在这个先不要管同学或师长面，就在这个技术层面来说，单就音乐来说，这两者的音乐是和谐呢，还是有冲突的，还是其实都共存的？那你怎么去解决这个部分？我觉得理论上就是按照我们传统的理论是，我觉得理论上这两个东西是不能互相影响的。就是说，身为一个乐手，我们要有一个全面性的发展，就是我们不能只有专精在流行乐或者是专精在爵士乐上面，而是我们要专精在不是专精，就是我们要了解所有的音乐它们是怎么运作的，然后要去融会贯通，怎么样把它古典的东西引用到爵士上面，或是把什么爵士的东西套用到古典上面。那对我来说啦，我觉得冲突是一定有的，就是在我刚开始学爵士乐，然后又进北大的时候，那个时候冲突是一定有的。但是我的老师是那个叶硕涵老师，那叶硕涵老师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他给我最大的帮助就是他一直逼着我要去把所有古典的基本练习或是曲目全部做好。对，他那时候只跟我讲了一句话说，你要吹爵士可以，但是你绝对没有办法脱离古典的训练。对，然后他给我的就是非常扎实的古典音乐训练，还有一些分析音乐的角度跟方法这样。那我觉得这个就是相辅相成啊，因为我在古典乐上学到的东西，可能我的音色、音准，那音乐性这些分析的方式，我可以拿来套用在爵士乐上面。对，那这就是假设今天如果古典音乐
有一些现代作品，法国的现代作品需要分析的时候，我也可以用我在爵士乐里面可能这个曲目原本除了和弦分析之外，它有什么样的背景，或是他写这首歌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心境，然后我吹这首歌的气氛，我也可以把这样子的方式拿回来再分析古典的作品，这样。所以要说互相冲突吗？我倒是觉得是相辅相成的东西。对，但是我们都功夫不到家，所以没有办法全面兼顾。不过这个有点是指挥的角度也是这样，对所有的音乐都要全面的了解。对啊，没错。所以你讲的这个就是以这个乐手的角色，但是有这样的 vision， 其实在台湾是相当不容易。是吗？对。我还以为大家都这样子。通常大家都就是古典归古典的，古典化归古典化。对啊，对。所以我觉得这是很不容易的。好，在我们往下聊之前呢，我们再来演奏一首曲目。好，这首曲目是 There Will Never Be Another You。OK， 这首曲目是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吗？这个曲目是那个作曲家什么名字 ？Warren 是不是？上面有写。对 Warren 对，但是他其实这个曲目，其实 standard 就是这样子啊。一开始可能我写这首歌，但是没有人知道。但是今天如果被一个有名的乐手演的，他就变有名了。那Never Be Another You， 它其实是一个酷派音乐的作品。那所谓的酷派音乐，就是在我们在 Bebop 时期发展到后期 Hard Bop 之后，经过 Miles Davis 这样子的改良，慢慢出现的一个比较风格比较趋于平缓，那也比较容易被人家欣赏的一种音乐角度。那这首曲子会成名，就是因为那个传奇小号手叫 Chet Baker。Chet Baker 他把这个东西，他有唱，然后他也有吹，对，哇，这个长得又帅，然后吹得又好，这首歌当然就红了。好，今天要唱吗？没有，今天只有吹。好，那我们带来这首这个爵士名曲《There Will Never Be Another You》。
学真的蛮好的。对啊，对，你要听缺泪的唱，那个会落泪的，真的好厉害啊！要刻了一点再唱。这个不要鼓励，不要鼓励，好，这个，我们很少有小号的贵宾来我们这个直播节目，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小号这个乐器吗？哦，这个乐器啊，是。其实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就是这样子的小号，它是我们所谓的降 B 调乐器。降 B 对，它其实不是我们常常在可能在管乐团或者常见的在一般的乐团里面，或是爵士乐里面用的这种管径比较长的这个一般的小号，我们叫做降 B 调的小号。那其实它还有分像是 C 调的小号，那像是降E调的小号，甚至是 A 调的小号，还有4键的，可能大家有看过，就是4键的那个我们叫做 piccolo， 叫做高音小号。那比较小把，声音就是比较高，比较嘹亮这样子。对，那每一把乐器都有它们不同的功能。对，那像降 B 调的话，我们会通常是在用在一些像是铜管乐团啊，或者是管乐团啊，那甚至是做爵士乐这样子。那C 调的乐器我们会用在可能交响乐团或是一些法国现代作品。那如果是降 E 调的话，通常降 E 调是会拿来演奏一些古典时期的音乐，像是海顿的小号协奏曲，或者是 Hummel 的小号协奏曲等等这些东西。那 Piccolo 的话，也是大概是巴洛克时期的时候，他演奏的大概也是像是维瓦蒂，像是 Marcello、塔提尼这一些类型的音乐这样。那分这么多的乐器，其实主要是因为它插在这个音色上的不一样嘛，然后根据时代的演进发展出不一样。降 B 调小号算是最晚发展出来的，最早发展出来其实是降 E 调的小号。对，那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海顿那个时候才写了一个降 E 调，那个是小号第一次有做到这个我们叫做 piston， 就是所谓的活塞。对，那个是在那个第一次发展出这个东西的时候。对，因为以前的是自然号。对，那自然号的发展，其实后来发展成很多像法国号啊、三号这些东西都是自然号发展出来的。就是电影里面就是吹那种军乐那种，都没有按这个，直接这样吹的。对，也就是最早期的。对，那其实最早期是连按键都没有，它就是一根管这样，然后做一个小号形状。对，那其实它主要控制的方式来自于我们的嘴唇。对，就是我们这个东西叫做吹嘴，只要就是要有这个东西，我们才可以特别去做出这样子的那个。那小号的话，因为它是管乐器，那管乐器的调律是纯律，所以它有很多泛音列的关系。比如说像同样一个指法，我们可以从一个指法，我现在都不按的话，就是像这样子，我可以什么都不按，然后就吹出一些音。对，它就是一个泛音列的那个，所以是靠嘴型在做变化，嘴型跟气，大概是这样子。那它的历史演进其实也是非常久啦。那像海顿他那个时候是第一次做出那个 piston， 所以海顿才特别为了这个写了小号的协奏曲，这样。所以在那个时候的海顿的小号协奏曲为什么会有名？可能大家都有听过那个。当梆梆哒滴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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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滴哒，就是这个东西，就是那个时候的乐器做不出来，那时候自然号没有办法做出这么多的音程变化，所以只有 piston 可以做出这样子的那个技巧。那所以这个东西之所以经典，就是因为它是小号的演进的第一首，为 piston 而做的那个协奏曲，这样子。所以这个3个按键就是在海顿那时候才有。对，就是这个系统不能说是3个按键这个时候。对。哇，所以小号也是历史非常悠久的乐器，非常非常久。哇，这个没有按键就可以吹出那么多声音来，我觉得真的是非常厉害。这管乐器就比较难做到，管乐器就一定要按键，对不对？像竖笛啊或长笛就一定要按。你说木管乐器，对。木管乐器其实也是有泛音的指法，但是比较不一样，跟铜管比较不一样。对。哇，这个小号也是一个学问渊博的乐器。好，我们接下来再来带一
一首这个比较巴萨诺瓦的曲目，好吧？这首是 Nine Day。Nine Day 啊，Nine Day 有没有什么故事？Nine Day 的故事，其实就像我刚刚讲的，大家都是 Standard 都是大家演了之后才会变有名嘛。其实 Nine Day 有时候 Standard 没有什么背景故事啦，它就是为了想写而写这样子。对，那这个曲目是 Jovi 嘛，对不对？我突然有点忘记。我这个曲是没看谱，我也没有。被大家发现，我之前都没在看谱。对，当然这是Jobim AC Jobim 是一个爵士乐手。那他有很多你现在看到的巴萨诺瓦曲子，基本上都是他那个时候做出来的。那我有点忘记那 Day 是他写的，我忘了。但是他一定跟这首歌是有关系的。总之是一个好听的曲子，是一个好听的曲子。好，我们来欣赏这一首 Nine Day。
Porter。哇，你该不会刚刚整首都在想吧？到底是谁？到底是谁？是一个追求完美的概念。然后 Cole Porter 是一个很多才的乐手啦，萨克斯风。那他做的曲目就是有很多，像 Nine Days 其中之一。那他除了爵士之外，他也做了很多百老汇的歌曲，是一个非常全才型的作曲家。这样是，对。所以其实爵士音乐并不是只有我们印象中的那种比巴的，就是一直旋着一直吹起来，其实也是有很好听。其实我觉得，直播的朋友可以先从那种巴萨诺瓦开始，我觉得是很好进入爵士音乐。其实我当初听爵士音乐也是从巴萨诺瓦、拉丁对，然后开始慢慢听可能 swing， 对，最后才是比巴。如果你先听 Bye Blackbird， 就怕断送了爵士欣赏生涯之路。再往下听下去。好，这个最后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小浩在因为其实，在爵士跟古典，其实你这样子吹起来都有在吹，你有在吹交响乐团，你有在吹管乐团，你有在吹爵士乐团。小浩在这个古典或在爵士音乐的这个位置呢，它是属于什么样子的一个位置？小浩吗？其实，在很多的音乐里面，它其实扮演主要的角色。就是说，它可能是主奏。那在乐团里面，可能今天有一个段落，一个大段落。今天作曲家想要用一个非常大的段落，那用了非常多的管乐，或者是最大两个 fortissimo 的一个段，它也是用小号来当做主奏这样子。所以其实小号是一个，我觉得在任何乐团里面都一定会被听到的东西。就是它是扮演那种比较重要的角色。那今天就像是在流行乐团里面好了，我们今天可能是3根管，就是长号，然后小号跟萨克斯风这样。那小号也是扮演着最重要的那个角色，因为除了小号自己本身的音之外，他还要带领其他的那个管乐 section 去做一些不同的音乐性变化，或者是这个音色上的变化。那同时音准跟音色也是必须要一直维持住。对，所以相对之下，其实小号的责任其实非常重。对，只要吹错一定被听到。对，压力很大。压力很大。对。好，我们带来今天最后一首曲目好啊。好不好？Autumn Leaves 这是一个爵士乐名曲。对，这个大家一定知道。现场大概有2个人举手说我不知道。真的吗？好，我们来听听看这一首。好，当我们的夏天来的时候，就会很想要秋天的感觉。我还以为你要 cue 另外一首歌叫啥？对，还没讲完。我还没讲完。当到秋冬的时候，又很想夏天的感觉。真的，是不是？所以我们现在不要上门台，我们来Autumn。没问题，好不好？秋天落下来的叶子。对，秋叶。好。
好，今天谢谢那个黄老师来这边。这个今天是这个乱世出英雄，不是这样说。黄老师非常非常的年轻哦，那还不到30的年纪，他就已经有这样子的音乐技术的展现。然后整个呢，这个我今天的感觉，谈话的内容其实是一个大将之风啊，非常对。我觉得未来真的是台湾的音乐圈靠你，好哟，指日新的压力，指日可待，好吧？也希望在这个我们整个小号的这个还有爵士音乐呢，可以带给我们更多的惊喜。好。好吧，我尽量，尽量，你已经在做了，在做了。好，今天非常高兴邀请到黄信黄老师。那么今天也谢谢他带给我们许多精彩的曲目。那我们的直播也到这边告一个段落。下周四呢，也欢迎各位上脸书可以看一下下周的神秘的嘉宾。再预告一下，下周的神秘嘉宾其实他是在长荣交响乐团担任提琴手。哦，对，你可以看一下。哦，好。美女一枚。哦，真的、啊？对对对。哎，没有这样讲，黄老师都。不是这样说。对。好，那么这个老师吹小号也非常帅，我觉得。是吗？好，是。那个有没有联系方式可以给大家？没关系，不要讲。不要讲。我当经纪人。那你要抽几成？对。好，那么今天谢谢各位，也欢迎各位下周同一时间继续欣赏这个小 P 有约的直播。今天到这边告一段落，谢谢，拜拜。谢谢大家。